我老公有个群，这个群给我坑惨了。这是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为了努力学习本土文化建的群。最近他们在研学和探讨，当你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，感觉听懂了一点，但又没真听懂，如何万能回复。这里边有个老外汉语头子发了一个图，就叫万能回复。每天这个头子还在群里头教，当别人夸你的时候说嗨。但你知道大多数外国人是很难分清中国的4个音调嗨嗨海嗨的，所以他在群里是这么教的：不是嗨，不是嗨，不是嗨，是嗨嗨。你说嗨嗨海嗨。嗨嗨嗨嗨，还有各种回复呢。尴尬的时候说啥，领导讲完话说啥，八卦的时候说啥。大胖媳妇已经小练1个月了，老控制不住，要付出实践。但是有的时候对，绝大多数时候错。那天我妈因为俺俩熬夜批评俺俩，大胖媳妇听着就搁那偷摸搜领导说话万能回复。我妈搁那儿，我年轻时候也不在乎，老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前年得完那一场大病，我全想明白了，那个罪就得你自己遭。谁愿意得病，谁愿意遭罪，谁能替我遭这个罪？大胖媳妇自己搁那列了好几秒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。说完发现气氛不对，有点尴尬，自己还补了一句。呵呵，笑死笑死。最愁人的是温迪夏天又要来了啊，又要来了。他又要来，我不震惊。我最震惊的是啥呢？就是他离开这半年他天天搜我所有的视频，用翻译软件看了所有的评论。他发现很多观众在嘲笑他，说他从加拿大带回来所谓加拿大的特产，但其实都是中国产的，在中国买贼便宜。就大家觉得他有点大傻帽。温迪看完不但丝毫没有生气，反倒心生一计，那就让我的儿子在中国的网上买完这加拿大特产，等我这个加拿大人下次去的时候，把行李箱一打，一开房门，迅速把加拿大特产全放进我加拿大人的包里，然后我再见到彩莲的父母，我就把我包里这些东西打开送给他们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就当是从加拿大带回来的，内销转出口，内销转出口。于是他选了一堆东西，把钱也给大胖媳妇打过来，他特别开心，让大胖媳妇在中国网购，替他妈把礼物都买好。结果被我妈发现了，张拿铁还背刺他爸和他奶一刀。但是我无所谓啊，反正确实是一样东西，咱们得尊重温迪的想法，人确实自己掏钱来的。我还得准备个母亲节礼物，珀莱雅红宝石面霜，我从去年用到现在还霸着回购榜呢，上脸清爽不油腻，法令纹都没有去年明显了，脸上胶原感十足。现在母亲节礼盒还会赠送主题联名周边，孩子也喜欢。我妈今天早晨自己把快递都给拆开了，全加拿大特产。哎，小麦，这是你买的？不是他买的，这是你买的？我买的。你这些东西不加拿大的吗？笑死笑死，我上架了。你人在中国买这么些加拿大东西，你真想家了？笑死，真的上架了。我非常上架。我妈大概明白了这个事儿有猫腻，张拿铁还来补刀。我那个奶奶给我那个爸爸打电话，我给你买的。然后第二天，温迪听说自己内销转出口的礼物泡汤了，给大胖媳妇打电话说：“那这钱你得给我退回来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给你退什么钱呢？我该买的都买了，都是张拿铁说漏的。拿铁，你爸跟你奶干，你手有点破呀？”笑死，笑死。他让我叩头。为什么非得让他叩头呢？就是在我迎娶我大胖媳妇的前夜呢，他把他丈母娘给惹毛了。早上呢，我妈给俺俩准备了个新房，精心收拾的。虽然俺俩实际上也不住，那就是一份心意呗。结果结婚头2天，我妈把俺俩带到那新房去了，想给俺俩一个惊喜。到那儿一看着房，我老公就愤懑了，给我的呀？我说给孩子的，这不瞅你跨国相证，就指着你给俺家生大胖小子呢。然后我呢就陪我妈去整什么钥匙扣、物业手续去了。我妈说你让这一面留新房，打扫打扫，收拾收拾。然后呢，我老公就被一个人留在了新房。他就属于小鬼当家呗，就开始惹祸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跟我妈回来，整个新房全变样了，所有的遥控器套全摘了，所有的罩类，比如沙发、空调、冰箱罩，全薅下来了，所有的扇布类，比如桌子上的桌布，像枕边子似的桌布，全扯下来了。我妈就问我遥控器套呢？我大胖媳妇那阵汉语比现在好，能沟通。我扔了，你太喜欢塑料袋，遥控器不需要塑料袋。我妈说那我桌布呢？我大胖媳妇不会发支的人，她只会发吃。多么好的戳子，多么好的木头，一个布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要好的布，你不用好的戳子；你有好的戳子，你不让我看，不让你看，不让铁岭看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妈问：“那我冰箱罩呢？”我大胖媳妇说：“没有了。”我妈说：“你赶紧给我放回来，我怕落灰。”我大胖媳妇问我：“她怕啥？”我说：“怕灰 ，dust。”然后我大胖媳妇说的老有道理了啊！你做饺子，你吃，然后你放你的桌子，然后一个天还有一个夜，第2天你还要吃，你不怕灰，你不用塑料袋，你不用冰箱，你不怕灰，但是你的冰箱你怕灰，我喊。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嘛，我让她收拾屋，没让她捣乱，你现在让我给我擦地。我大胖媳妇说：“我擦了，没有灰，你的饺子有灰，你没有塑料袋。”
我妈说我这么好的地你用拖布给我擦，你得跪地上用抹布擦。完我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，我说我们的妈妈对这个劳动成果都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执念，就是衣服要干净必须手搓，地面要干净必须跪擦。我就赶紧去接了一盆水，我说你别让我妈生气，你赶紧就跪下。我大胖媳妇这一盆水接过来说，她上次让我跪下是拜你姥爷，但是我上次端的是酒，然后往前洒的嘛，咋的？你姥爷戒酒了？我说如果你要还想结婚，你就赶紧跪地上擦吧。我大胖媳妇就一边跪地上擦地，一边用手机搁那查词典自己给自己翻译，一边问我妈为什么口头擦地？不 dirty 了，继续擦更多的 dirty， 所以最后是 dirty 的循环。那时候家里要是有个必胜神奇的洗地机，不就不用又扣头又跪地的了？既可吸又可拖，哪个地方想拖，吸尘的同时就喷水拖地了，干湿垃圾、地毯、地板都没问题。高速滚刷5倍清洁力，这滚刷的设计真特别贴心，不贴地，所以大颗粒的垃圾也能一下吸进来，就像那个滚筒洗衣机，就全给你甩进污水桶。有了它，大胖媳妇以及任何媳妇拖地再也不用扣头了，站着单手就可以拖，省时又省力。最重要的，它可以一键自清洁，不用手洗拖布，不会把手搞脏，也不怕拖布清洗不干净，常年积累馊吧了，并且轻松解决了所谓 dirty 循环的问题。总之吧，我推荐这个必胜洗地机，因为生活本来就很琐碎，咱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处理琐碎的效率，然后省下来点时间，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。当3个虚伪的民间艺人碰到来北京来点来北京，这都因为我安排，真的。别，都是我。彩玲视频，我俩老看你，你没回国之前，我俩就老捣鼓你，就你活该，你火，真的，就你该。四哥这视频咋的呢？我没玩抖音之前，就看视频。那你搁哪看？就新闻联播看的？是，就是也是一些平台吧，小平台就有追求，看你就感觉你的这个，哎呀，就是挺纯情，就你这个演技，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。你以前是不是有这种生活经历呢？就是能演出来那种状态？我是就是主要是体验吧，就是先体验派的，就都可能说挺高级吧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体验这个人。拉夫斯基那对，真是。但是你看我平时一般我视频我看不笑，但是我看金条视频拍的，哎是，哎呀那成语说的那连绵不断的，就都是嘴碎，像让人剁了似的，嘴碎，但是就新喜剧，这就是喜剧，新喜剧嘛，属于是天赋异禀吧，就是新浪潮嘛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张彩玲吗？哎呀妈，我老喜欢你了，我想给你照个相行吗？哎，好，哎，麻烦你了啊，耽误你吃饭了啊。没事。来，四哥，他是粉丝，差不多年度挺高，差不多的他年度高。什么是年度？他就是挺粘人的呗，一说5、6分钟，赖鸡那种，有意思吗？他那视频我看不进去，我说我撒谎不是，我搭边我完播率5秒钟，前我看我搭边就完。他就是的，哎，我真他花我。来这真人跟那视频里好像感觉有点差多，是不是啊？差多了。他来之前，他没来之前，我1米91呢，我那个个儿，我以为天天就打个扣篮啥，我以为是那种状态。我一天见面我都没找着他，我一看他都搁这儿呢。我上兜里找，我说什么搁哪呀？好像被踩死了。是不是啊？呲溜一下进来了。是。什么品种？像小地缸子。哎。有小粉丝。你真是火，真的。你看咱仨，哎，都坐这儿，人家没认出我俩呢，上去问你是不是啊？哎，人上来就问，哎，彩玲就是咱俩是属于就是无赌吧，属于是粪土，咱俩属于跟一堆一块儿的，不是打黄橛子，那可是啥也不是。这咱说实话，正儿八经玩抖音的吧，我觉得就是你俩的东西，我看的就是可以说津津有味儿吧。咱是一路人，说实话，咱对，属于是不是一路人，你不就是物以群分，人以类聚嘛。抖音3级，东北捞狗，好好处，咱以后这个领域咱就代表，纯粹代表，咱代表可以，咱别给人家留什么那个空间。回来就梦千鹤了。对，就我感觉这个市场除了咱仨没人了。对。1小时后，明天上班来。说话，哎，这个天坛、地坛，你谈我谈，谈着一回接。
想到哪儿你就说话，我必须得尽地主之谊，你能明白我说话，知道吗？是啊，知道知道。